大家好，我是 Kat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用 Cursor 来做 Chrome 的插件。右上角呢这几个图标呢是我用 Cursor 来做的，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。这是一个 Twitter 的一个图标，点击一下，然后点击提取内容，就会把左侧这个推文的内容给提取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分析内容，或者是转换内容、拓展的内容。这些呢都是通过这里有个设置按钮，我是预设了一些提示词在里面，当然你也可以修改，最后保存设置。如果你对这些提示词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自定义提示词，比如说我让它把它的推文翻译成法语，我们点一下自定义，这里的话就会翻译成法文了。这个插件呢，我是调用的 Group 的 Gamma 2.9bi 的一个模型，它处理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。这里有另一个插件，点击一下就会看到这个视频对应的字幕。这个字幕的话，乍眼看好像不特殊，那其实我只要点一下复制全部。那我的提示词和这些字幕都连在一起了，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复制好的内容放在 ChatGPT 里面或者是 Cloud 里面去总结，因为我设定的提示词就是让它去帮我总结。咱们再来看一下右上角这一个 GitHub 的图标的插件，点击一下呢，它会自动获取这个仓库链接，再点一下下面这个按钮，就会把这个仓库的代码都会复制下来。点击看一下，它会优先把这个 README 放在这里。为什么提前放这里呢？主要是因为大模型呢，如果把提示词放在最前面或者是最后面，对它来说，它的记忆力是最好的。所以把 README 放在最前面。在第二步呢，就是放了这个仓库的所有的一个目录结构。第三步呢，就是每个文件分别有哪些内容，都会详细的记录在里面。这个插件的目的呢，主要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去获取仓库的内容，然后让大模型去帮我们做分析，还是很方便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插件，点一下总结当前页面，字体可以调节，它会将左侧的新闻总结成要点显示出来。这里的话，我接入的也是 Group 的 API， 我试验了一下，感觉是 Gamma 2.9bi 的效果比较好。接下来我将演示一下如何用 Cursor 来制作像网页摘要插件，用到谷歌的 API。现在我来演示一下如何获取 Gemini 的 API key。首先，我们在搜索这个关键词，然后呢，找到第一个链接，进去呢，就会看到这页的内容。那我们点击获取 API 的密钥，就会到这样的一个界面里去。这里的话是我之前设置过2个不同密钥，一个是免费的，一个是付费的。谷歌呢比较大方，它对 Gemini Flash 1.5 的一个模型，每天最多可以使用1500次，而且是对音频、视频、图片都适用的，所以非常给力的一个项目。这里呢，我将创建一个新的 API 密钥。等演示完的话，我会把这个给删掉。现在看一下，可以看到今天建立的9月4号，然后这是免费的，我先把它复制一下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的随用随付定价方案 ，Gemini 1.5 Flash， 它这里是每日请求数1500次，每分钟请求数是15次。左侧呢有 Gemini 的 Cookbo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呢有一些它的快速指南，我们点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是音频相关的、认证相关的，还有代码执行。这个呢是 Gemini 的 Flash 的一个介绍，这是等会儿我要用的。如果你
不了解 Gemini Flash 的话，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些。我们看一下 Gemini Flash 这个笔记本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新建了一个 Gemini Summary 文件夹，然后呢，我要用 Cursor 来打开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 Cursor， 我们把刚刚下载下来的 Gemini Flash 的文档放在了项目的根目录下，把刚刚下载下来的 icon 也放在了根目录下。我现在就要和 Gemini 来提要求，根据文档帮我生成一个插件，要求是 V3 版本的。再然后呢，我说是右侧边栏总结网页的要点，使用 Gemini 的 1.5 Flash 模型，这是他们的最新模型。然后我按 Command-Shift-Enter， 这样的话就会把整个文档都会发给他，然后他就会帮我生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先列出了一个文件结构，填充各个插件里的内容。我跟他说，我的这个插件就是我自己本地使用，坚持用硬编码。请问我要把 API key 放哪里？我的上下文管理做的特别好，很长的对话也都是能记住的，瞬间的生成了很多插件对应的文档。等待的时间很长，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。所以我们回到文件里呢，去找到这个 API key， 怎么没有？它这里内容找了，所以我们得要让它添加起来。我要填写 Gemini 的 API key， 看一下，模型真的很懒，不叫它干活，它就给我偷懒。好，我们先选择一下，这里呢，我把刚刚申请的 API key 放这里。那现在回到浏览器，看一下插件效果怎么样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打开了拓展，然后点加载减压缩的拓展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插件加载进来了。我们点击文章，插件显示出来了。诶，这里怎么是弹窗格式？其实我要求的是在右侧有一个侧边栏，所以我再跟它调整一下。我要的是右边侧边栏，而不是弹窗。点击图标后显示，那刚刚的图标也没有显示出来，我得告诉他，让它图片要链接到 Manifest 里面。我们 offset 一下，现在再把这个插件重新加载，就出现这个图标了。我们在这里点一下，没有反应，刷新一下博文试一下，好，现在有反应。已经有结果了，它这个白底不是特别好看。我们再试一下别的文章，再点一下，也出来了。它这里显示的都是英文，那应该是提示词里面没有指定中文。那我再让它做的好看一点，再增加一个字体的滑块。我把这个复制一下，改成淡黄色吧，要有背景。增加一个字体大小滑块，默认是18。现在已经改了，我们可以先预览一下它的效果，重新加载一下插件。我把这网页刷新一下，好，现在已经改成这个了，已经出来了。那现在的话，字体比较挤、拥挤，没有那么好看，但要比之前要好很多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调整一下，这里呢，我还会通常干一件事情，就是已经把刚刚已经修改过的内容，我要把它给复制一份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我下次在中间如果出现问题，我再回到刚刚的地方，就是比较方便了。当然也有个做法，比如说这里的 Save All， 我们现在再来重新加载一下，再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提示词还没修改，它这里写了，还是挺清楚的，告诉我了在哪里。那我就改一下，总结网页要点，中文回复列表格式句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效果，再重新加载一下，现在是中文了，只是说它这不是很好看。
那遇到这个像它有 Markdown 的一个格式，排版不是很好看，怎么办呢？那照我之前做其他的谷歌的插件，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决定生成结果没有 Markdown 的格式呢，就是这段代码。这段代码它是从 API 获得的 Summary 字段中的所有换行符改成 HTML 的一个标签，从而将内容直接渲染到页面上，而不是将其解析为 Markdown。所以我就想让他参考这段话，再跟他沟通一下，告诉他，请参考上面的做法，将生成的内容显示为去掉HTML。这里我改一下有序列表，再发给 Coser， 让他处理一下。他现在这里改了，他用了 inner HTML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，再加载一下，然后呢再刷新一下，再点击一下总结，出来了。现在的效果的话就比之前要好很多了。不过这边侧边栏为什么不可以切换呢？看这里这个我是可以移的，这个的话好像移不了，我要跟他再提一下要求。我们再来试另一个例子，让他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。点击图标，点击 Summarize。我大概有点明白了，就是为什么它不能调。之前我做的侧边栏的话，它是常驻在右侧的，然后现在这个的话，刷新页面换了别的页面之后，它就会丢失了。然后它这里的还是有 Markdown 的符号，内容的话还是可以看的。每个序号跟每个序号之间内容比较紧密，可以再让它增加一个空行的。我呢，把现在这个版本已经复制了一份，因为我怕它等会儿被破坏掉。现在我再给它提要求，请把这个插件改成常驻在右边侧栏，可以点击关闭，可以调整页面的宽度，生成有序列表内容，每个序号之间的内容请加一个空行，方便阅读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效果。他说需要修改 content， 我们稍等一下，他修改的内容还挺多，基本都修改了。我们再重新加载一下，选择这个新闻，刷新一下，常驻右边了。现在效果好看多了，这样。那我再试一下别的新闻，内容也出来了，句号也对了，也没有 Markdown 的一个标志了，内容也是一目了然的。看一下这个，好像每次切换页面的时候，它这个又调回到原来大小了。那我可以让它固定要调整大一点，因为我喜欢宽一点的。我可以跟他说变成500，然后呢，再让它添加一个内容复制的按钮。再回到这里，在生成的内容上方添加一个复制。它这边出了一点问题，不过我们先要 set 一下，然后我再让它修改一下。这里就是它没有完全修改好，这里就是修改好的意思。一般来说呢，如果同时修改5、6个文档的话，它可能就是上下文长度不够了，所以它就会出现这样的差的一个问题。那这里还是显示 complete 的，说明这个还是有问题，有可能有时候连接也有问题。让我看一下这个文档，这个文档现在看不出来问题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，破绽的话重新加载一下这篇新闻。这个宽度它已经默认为500了，但是这里的怎么又变成英文了？有可能是他在修改的时候又把我的提示词改成英文了。固定的宽度的话去掉了，固定宽度倒没有太大问题，因为我可能就想固定在500。我好像刚刚设置的就是固定在500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提示词有没有问题。这里我看了一下提示词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还是中文回复有序列表。那我还是想要把这个默认设置为500，但是还是要有滑块的。这现在就是有点人工压迫 AI 了，是吧？刚刚让它说固定，现在又让它调。可以看到这边下边有一个 complete 了，
但是它有没有完成任务？我们再让它调整一下。如果它现在还是不能完成任务，那我就得让它 reset 一下了。reset 快捷键 Command I。好，我们 reset 一下，再重新加载一下，再换一个新闻吧，点一下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设置，比如说点击某个图标，它就自动生成。或者说直接是让它每个页面都自动生成总结，不让我们自己点。它现在的话又是正常的中文，然后正常的去掉了 Markdown 符号的标志，内容还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现在其实还可以再跟它提一个要求，就以防它之前出现的一个 Markdown 的一个标志。如果生成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我建议还是把刚刚我们已经处理好的整个项目再复制一份。这边就显示出来了，它就改了一个文档。我们再点一下，现在再来加载一下。我们换一篇总结。总体来说 ，Gemini Flash 的速度没有 Group 的一个速度快。这个好像把我的那个有序序号也都去掉了。我们再让它修改一下，它这里又出现了一点问题，这里又变成了英文，说明 Flash 的这个模型它还不是特别稳定。根据提示词来看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别的一个新闻。现在又变成中文，我感觉可以在提示词里面再加强一些。我们现在相当于双层 double 一下，我们再重新加载来看一下，换一篇文章。现在这个是中文，也是有序序号了。咱们再换一篇文章，再来试一下。现在这个也是对的，但我现在感觉还有个问题，就是其实我不是说希望每进入一个页面就让它自动弹出来。我应该是点击图标之后再弹出来，那我再把这个版本保存一下，复制一份，然后再跟它提一个要求。现在呢，我们再做一个尝试，就是请帮我把这个插件常驻页面改成点击图标后再出现。这里的问题还是我一开始不准确的描述这个需求，导致它后续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所以预先制定一个很好的 PRD 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现在再来运行一下，重新加载。对，刚刚就是点一下才出来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出来结果了。那我们复制一下，看看它起不起作用。复制一下好像没作用，再来复制一下，还是没有。那我们让它修改一下，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。点击原来是这样子的。他说负责处理侧边栏的交互，处在了一个 sidebar 文件里。再来加载一下，再来刷新一下，点击一下，让它总结。现在出来内容了，然后我们来 copy 一下，它显示失败了。让它又换一种方式来实现复制的功能，速度很快。我们来继续加载，刷新看一下，显示了。但是我不希望它每次都出来一个弹框。现在复制成功了，但请修改一下，复制后不需要出现弹框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出来结果了 ，copy， 然后选择了改成了 copied。好，现在就复制成功了。咱们再来演示一下能不能总结推文，这里出来了，内容还是可以的。那我换一篇文章，看它这里会保持住。那我这里还要调整一下，就是我还是希望它就是不关掉的话，它就一直在右边侧栏。我发现另一个问题，当我点击了图标之后呢，这个插件出现，但是等我切换到另一个页面的时候，这边这个插件又消失掉了。其实我是希望它常驻的。现在呢，我又让它修改了一下，当点击图标后切换网页时保持侧栏可见，只有在用户主动关闭时候才消失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比如说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图标，
然后让它总结出来了。那我们点进去看看这个新闻，这边也是会出来了。我们再让它总结一下，也出来了。那我们再切换到别的页面，这是我刚刚已经获取过的页面。那我现在再重新开一下，好，它还是会弹出来。那这边我关掉之后，我再刷新这个页面，等待片刻，它现在就不出现那个页面了。所以它的修改是成功的。除了刚刚从 GitHub 上面获取 Book， 我们也可以在 AI Studio 这个界面，比如说我刚刚这边有个提问，什么是 AGI， 然后呢，它回答了之后呢，我这里右上角有个 Get Code， 我就可以选择语言，比如说 JavaScript， 然后 Copy 这个文档，右边还有一个 API Docs， 是这里的更全的内容。不过我们一般来说选这个就好了。这里呢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，就是我之前做的插件里面，我后来才发现用的还是比较老的 Gemini 的一个 Pro 模型，它没有用到我期望用到的 1.5 Flash 的模型，而且是最新的实验的 Flash 模型。那我一开始呢是把那个 Gemini Pro 然后改成 Gemini 1.5这个后缀，发现跑不通。后来呢，我又把它改成 Gemini 1.5 Flash， 发现可以用。那为什么后面的这个实验型的最新版的 Flash 用不了呢？然后呢，我就回到了 AI Studio 里面，找到了这样一个 Get Code， 就找这样的示例，把它复制一下，回到 Console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刚跟他沟通的结果。我直接把这个代码复制进去，我让他说，请根据以上修改，把模型修改成这个实验型的最新的。后来呢，他就帮我修改好了，现在呢就可以成功运行了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关注，希望大家关注我的知识星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